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这次高中同学聚会，可把我憋在心里多年的气给出了。想当年，我满脸都是痘痘和痤疮，被同学嘲笑长得像癞蛤蟆，在班里处处遭人排挤。谁能料到，如今的我成了全场焦点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聚会一开始，当年带头欺负我的班长杨威就凑过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长得帅有啥用？又不能当饭吃，还得有钱才行，不然就是个穷帅哥。”我心里暗笑，脸上却轻轻松松地笑了笑，掏出手机就给人事部经理打电话。昨天来面试的那个杨威，跟他说让他另找工作吧。我刚被提拔到公司总部当总经理，面试的时候就碰上了这个高中班长。他是通过我眼角的痣认出我的。梁西成，居然是你！他扯着嗓子喊。我眉头轻轻一皱，在记忆里拼命回想他是谁。接着他自我介绍：“是我啊，杨威，你高中同学，要不是你眼角那颗痣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你现在看着还挺有派头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是当年那个带头嘲笑我、孤立我的人。看我没说话，他还自来熟地搭上我的肩膀：“西城，你咋在这儿呢？”我面无表情，指了指面前的招聘启事，正打算说我是来视察面试的总经理，没想到他突然大笑起来：“西城，你咋穿成这样来应聘啊？不会以为面试你的是女老板吧？”我刚下飞机就赶过来了，穿的还是休闲装，看着确实像来应聘的大学生。既然他误会了，我也懒得解释，就摇摇头说：“路过，随便进来看看。”他笑得更厉害了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找工作不丢人，你看我不也辞了年薪50万的工作来这儿面试吗？我悄悄跟你说，我跟这家公司有关系，只要我来，年薪100万，还有分红。”我冷笑一声，问他：“是吗？你跟谁有关系啊？”他凑到我耳边，激动地说：“这家公司新调来的总经理，我和他是铁哥们，不招我招谁啊？”我听了，心里直无语。我这个总经理可从没听说过这事儿，我还想再问，他接了个电话就匆匆走了。晚上，我看着桌上杨威的简历，心里琢磨起来，他简历上的条件确实不错，就是突然手机弹出个好友请求，是杨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同意。还没等我问，他就发消息过来：“西城，今天走得急，忘了告诉你，咱们班明天晚上搞高中同学聚会。虽说高中时你独来独往的，但都10年没见了，大家都挺想你的，一定要来啊！”呵呵，独来独往，还不是因为他。不过也好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报当年的仇。我简单回了2字：“好的。”到了聚会那天，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本市最豪华的酒店。一进门，经理眼尖，马上迎上来：“梁总，您今天来咋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给您安排个好位置？”我客气地摆摆手：“不用麻烦，今天就是和老同学聚聚，简单吃顿饭就行。”“那哪能随便呢？您告诉我在哪个包厢，我肯定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”经理边说边领我进了包厢。我们一进去，原本热热闹闹的包厢一下子安静了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在猜我们啥关系。旁边服务员赶紧上前：“经理好。”经理扫了大家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今天这个包厢的消费打5折。”说完，转头看我，我小声说：“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……”经理马上明白，接着说：“你们是我们店第500桌客人，
所以今天消费打5折。其他人一听，立刻欢呼起来，毕竟这家酒店消费可不低。这时杨威正好进来，他一来就大大咧咧地拍了拍经理的肩膀，还拍着胸脯说：“这家店我常来，大家随便点，今晚我请客。”他这话加上经理刚才的举动，大家都以为打折是看他面子，纷纷开始奉承。还是我们班长有面子，一来就打了5折，不愧是咱们班混得最好的，以后还得班长多关照啊。杨威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下一秒他突然把我拉过去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大家来猜猜这位老同学是谁？”大家一脸懵，猜了几个名字。杨威直摇头，他指着我眼角的痣，大叫：“这不是那个癞蛤蟆梁西成吗？大家没想到吧？”说完还发出几声刺耳的笑声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那表情和当年嘲笑我长相时一模一样。同桌满脸不敢相信，走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惊呼：“天啊！仔细一看，还真是他！你脸上的痘痘和痤疮咋没了？乍一看还挺帅的。”我直接走到门口最近的空位坐下，耸了耸肩说：“高中毕业后，我妈带我去看中医，敷了几个月的药就好了。高中时，我脸上长满了痘痘和痤疮，坑坑洼洼的，有时候还流脓。”杨威看到后，马上给我起了个癞蛤蟆的外号。时间一长，班上人都不叫我名字，都跟着他这么叫。我跟他说过无数次我不喜欢这个外号，可他根本不当回事，还联合其他同学在放学路上朝我扔石子，边扔边笑，痛打癞蛤蟆喽。想到这儿，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。杨威没察觉到我的情绪，还在那儿调侃我高中时的丑事，最后还加了一句：“我们当时都是闹着玩的，你不会还记仇吧？”我笑了笑，淡定地喝了口水说：“当然不会，毕竟现在的我比有些人好看了不知道多少倍。”这话一说，全场都安静了，明眼人都知道我指的是谁。杨威以前是班草，长得还算不错，可现在呢，整个一肥头大耳。杨威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马上开口讽刺：“长得帅有个屁用，得有钱，不然还不是高穷帅。”我懒得跟他争，就等着看他待会儿被打脸是个啥表情。都别吵了，先坐稳了，咱们再慢慢聊。说话的是副班长。想当年我被欺负的时候，他是唯一站出来帮我说话的。可后来为了不被孤立，他也跟着一起欺负我。刚落座，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我，那眼神就像想在我脸上找出整容的痕迹。我用手在脸上揉了揉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瞧瞧，没变样吧？”他们尴尬地笑了笑，收回了目光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突然聊起当年考上的大学。那时候网络没现在这么发达，高考结束后，大家联系也不多。轮到我时，10几双眼睛都盯着我。杨威问：“西城，你去了华大还是京大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哦，哪儿都没去。”哇塞，你当年成绩那么好，居然没上大学，怪不得这些年同学聚会你都没来，原来是不好意思见人啊。他那表情特别夸张，好像是要报复我刚才说他不帅似的。可惜他要失望了。我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本来打算去京大，但后来父母决定送我出国，我就在国外一直读到研究生。国外，咱们毕业那年出国可不便宜，没想到你这么低调啊。”杨威咬着牙说。我笑着说：“比起班长大人还是差远了。”杨威成绩一直在班上中等，高中当班长后就开始百官架子，巴结老师，
听说后来复读才考上个3本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你是在讽刺我？我装作一脸无辜，难道我说错了？就在这时，服务员进来上菜，打断了我们的争执。副班长也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大家先吃饭吧，这家酒店可是全市最好的，是班长特意挑的。果然，菜一上桌，杨威就迫不及待地炫耀他的见识，这里的鱼子酱是全市最好的，大家快尝尝。我自然地拿起面前的鱼子酱拌饭，看到这一幕，正等着对我的杨威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！大家快看啊，梁西成居然用鱼子酱拌饭吃，太没见识了吧？是不是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？不会吃就问我，别糟蹋好东西。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我觉得有点好笑。食物本来就是让人开心的，何况鱼子酱拌饭确实好吃。可能是杨威笑得太大声，旁边一位女同学小声说，这个要放在手上慢慢品尝的。我一看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鱼子酱放在虎口处，装模作样的品尝，还纷纷发出赞叹声。我憋着笑，舀起一勺吃了一口，下一秒直接吐在纸巾上，表情很复杂。这个鱼子酱不新鲜，大家别吃了。这话一出口，现场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，尤其是杨威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旁边女同学又开口，鱼子酱就是这个味儿。我坚决地摇头，不可能，我尝过这家的鱼子酱，味道不是这样的。听到这话，杨威强忍着笑说，别装了，你之前吃的肯定是冒牌货，这家酒店的怎么可能？他话还没说完，包厢门突然被推开，经理急匆匆地走进来，他一眼就看到我吐在桌上的鱼子酱，深深地鞠了一躬说，抱歉，这个鱼子酱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妥善冷藏，我们刚刚发现它有点变质，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，我们深感歉意。今天这顿饭我们免费，作为补偿，可以吗？包厢里一下安静的可怕，我平静地点点头说，可以，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。经理点头哈腰的出去了。杨威眯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还真走狗屎运。瞎猫碰上死耗子说，对了。副班长也跟着附和，对，肯定是运气好。我只是笑了笑，没说话，毕竟我的原则是不和蠢人争辩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再次被推开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，进来的竟然是苏一佳。她可是我曾经暗恋了3年的女孩。苏一佳颜值超高，性格也特别温柔。想当年，班上男同学都对她有意思，可她一门心思就想进娱乐圈，对外界的事儿都不关心，就想着怎么当大明星。听说她现在是个不太出名的艺人，在剧组里打杂。她的出现让包厢里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。杨威满脸堆笑地迎上去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大红人吗？不是说没空，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？早知道我就到门口迎接你了。他那副巴结的样子，看着真让人恶心。苏一佳摘下口罩，还是和我记忆中一样漂亮。我也是刚从剧组赶过来，幸好没迟到。说完，他走到我旁边的空位，举起酒杯，我来晚了，先自罚3杯。他一口气喝了3杯，现场气氛更热烈了。班上的男生们一个接一个的过来给他敬酒，那色眯眯的眼神真是让人气愤。当他喝了10几杯后，明显有点醉意，手不自觉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但那些人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借着酒劲还想对他动手动脚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站起身来挡在他前面，够了，
那些男生一脸不高兴。以前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现在想当英雄救美，想英雄救美也得看你配不配，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跟屁虫罢了。我正想皱眉反驳，苏一家却抢先一步，大声说：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西城现在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。我感到有些意外，明明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的身份，他竟然能认出我。男生看到苏一家脸上的怒容，语气也变得柔和起来。一家，你是不是看上他这张小白脸了？对呀，别看他穿的人模狗样，他这身西装说不定是地摊货。我有点无奈，这可是爱马仕的西装，一群不识货的家伙。苏一家自信满满地指着我身上的西装说：你们在开玩笑吗？这可是爱马仕的最新款西装。他们互相对视，窃窃私语，讨论着爱马仕是什么。这时，另一位女同学听到动静，走过来。爱马仕是顶级奢侈品牌，一条丝巾就要几千块，最贵的包要上百万。听到这话，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嘲讽道：你说的丝巾、包都是女生用的，那男士的东西肯定便宜。苏一家冷笑一声，迎上他们质疑的目光。他这身西装是最新款，至少上万。在座的各位，有谁舍得花上万块买一件西装？他们撇撇嘴，一件西装而已，咬咬牙都能买得起。说着就要走，苏一家上前一步拦住他们。等一下，看来你们还是不服气啊。他们转头看向我，一脸不高兴。一家，他一个装富的穷小子，你护着他干嘛？就是，我的奔驰能买30件这种西装。苏一家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拉着我的手走到他们面前。他挽起我的衣袖，露出手表。穷完车，富完表，他的这块手表顶你好几辆车呢。旁边有识货的同学低声说，他那是劳力士，上百万呢。我们手上的表加起来都不够他的一个零头。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他们默默地把手表藏到袖子里，我没忍住，低声笑了。他们脸色难看，纷纷散去。苏一家长舒一口气，语气温柔地看向我：好久不见，老同学。我点点头，好奇地问：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他神秘一笑：这是个秘密。咱们又聊了几句，发现共同的兴趣点越来越多。就在我们准备交换微信的时候，杨威突然挤了过来。他先是装作不小心把红酒洒在了我的西装上，然后带着讥讽的眼神打量着我。西城，不好意思，把你这价值不菲的西装弄脏了。我意识到他来者不善，但我也没有打算退缩。没关系，你不是年薪100万吗？赔我一件西装应该不难吧？他愣了一下，嘴角都在抽动，但在女神面前，他不能丢面子。他提高了声音：当然可以，我年薪100万，怎么可能赔不起一件破西装？我家里多的是。我笑了，拿出手机展示付款码。大家看到这一幕，都围了上来，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。杨威瞪着我，不情愿地拿出手机扫码付款。看到钱到账后，其他人都不禁感叹：哇，看来还是班长有实力，随便就能花1万块。对呀，这1万块对班长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看到大家都在附和，杨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，但还是假装谦虚：你们就别夸我了，这都是努力工作赚来的，哪里比得上某些人没工作还穿这么贵的西装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靠女人养。我冷冷一笑，直视他得意的目光。杨威，1万块的西装很贵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杨威被我的话噎住了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：
梁西成，你敢不敢说实话？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轻松一笑，翻出了人事部经理的电话号码。昨天来公司面试的那个杨威，告诉他另找地方吧。刚一说完，整个屋子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投向我的眼神里满是疑惑、惊讶和轻蔑。我身旁的副班长偷偷摸摸地凑过来，瞄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，紧接着他仿佛发现了什么大秘密，指着我大声嚷嚷：大伙儿，他手机屏幕都没亮，装啥打电话呢？装模作样也得装得像样点吧。杨威反应过来后，双手叉腰，哈哈大笑，差点就被你糊弄过去了。我面试的可是明氏集团总经理姓陈，我最好的哥们。我的手机贴了防窥膜，副班长从旁边看过来，只能看到一片漆黑。我也不想跟他们多费口舌，毕竟我打算让他自食其果。从杨威刚才的话里，大家捕捉到了重点。杨威，你竟然要去明氏集团，面试的是什么职位？通过了没？羡慕的目光让杨威很是受用，他微微一笑，用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：我打算加入明氏集团，面试的是经理职位，不过我和公司的总经理关系铁得很，估计干个1-2年就能和他平起平坐了。明氏集团可是本市的领头羊，许多人挤破头都抢不到一个实习机会。杨威一开口就说自己要当经理，我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。记得当初看他简历上写的应聘职位，明明是销售员啊，这牛吹的都快飞出地球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要不是我亲身经历，我差点就信以为真了。他说完，挑衅地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反应。我忍不住鼓掌称赞：杨威，你这是还没睡醒就开始做梦了。明氏集团最近可没招经理这个职位。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我用坚定的口吻让周围的人开始怀疑他。杨威，听梁西成说话的调调，不像是在撒谎，你不会是被蒙了吧？现在利用职务之便搞诈骗的可不少。杨威立刻插嘴：你们别乱讲，梁西成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你们听他在那里胡扯，他就是看我不顺眼，嫉妒我。我没忍住笑了出来。真的吗？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他装模作样的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行啊，谁要是输了，就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喊我是癞蛤蟆，还得学癞蛤蟆叫，怎么样？你敢不敢赌？我挑了挑眉毛，对他说：行。我刚说完，手机屏幕就亮了起来，是助理小陈发来的信息：您租的车到期了，需要续租吗？杨威离得近，一眼就看到了那条信息，他立刻嘲笑道：穿这么贵的西装还租车啊？啧。我说你怎么那么急着让我赔西装钱呢？西装是不是也是租的？弄脏了还得赔啊？我只是笑了笑，没说话，毕竟我才刚回来，确实还没来得及买辆车。看我不说话，杨威更加确信了他的猜测。这时小陈因为我没回复，就打了电话过来。为了避免露馅，我赶紧走到门口去接电话。小陈，帮我查一个人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回到了包厢，刚好碰到杨威也回到了包厢。他突然搭住我的肩，语气凶狠的低语：你死定了。紧接着他拍手大声宣布：大家注意了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刚才明氏集团给我打了电话，我被录用了。等下饭局结束，我们直接去 KTV， 今晚的花费我全包。大家立刻兴奋地欢呼。我拦住他：你怎么证明你被录用了？副班长接话道：梁西成，
这种事还用证明吗？难道班长会骗你？你是不是不敢接受惩罚，想赖账？我轻蔑地哼了一声。只要让我亲耳听到他被录用的消息，我立刻兑现承诺。杨威得意洋洋地拿起手机，行，我现在就让你心服口服。电话响了几声后，传来了无人接听的机械声。杨威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又继续拨打，传来的是对方已关机的机械女声。副班长见状，试图缓和气氛。这么晚了，应该是下班了吧？我淡淡的回应。大公司的加班文化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？我瞥见杨威拨打的号码并不是公司人事的座机，心中大概明白了。杨威，你这号码是手机，公司人事部联系肯定都是用座机的。杨威冷笑一声，你懂什么？我有关系，肯定是总经理亲自通知我的，自然用的是手机号码。说着，他不甘心地又拨了一次，结果还是无人接听。周围的人好奇心被吊起，没得到答案，不禁小声抱怨：这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杨威狠狠地瞪了一眼：谁骗人了？我有才华有背景，怎么可能不被录用？被瞪的人也不服气，回击道：那好，我有个大学同学也在明氏集团工作，我找他要人事部经理的电话，你自己去问。人事部的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没戏了。那一刻，周围人的表情真是绝了。杨威紧张到说话都结巴了。你不会是弄错了吧？我跟你们陈总是铁哥吗？他可是你们这儿新上任的老大。对方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慢悠悠地回了一句：我们这儿新来的老大姓梁。感觉到对方要挂电话，杨威赶紧喊道：等一下，把你们总经理的电话给我，我亲自跟他说行不？不出所料，他被拒绝了。杨威的脸色有点挂不住了，语气也开始变得强硬。我警告你，我跟你们总经理可是老铁，要是有什么误会，我就让他炒了你。最后，对方没办法，还是把电话给了他。我报出号码的那一刻，心里就盼着，等杨威知道我真实身份后，会是啥反应？大伙都盯着呢。他哆哆嗦嗦地拨电话，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，他立马转过头，扯着嗓子喊：梁西成，你那破手机能不能关了？我挑了挑眉毛，把电话给挂了。他那边自然也显示通话结束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又拨了一遍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这次他气冲冲地朝我走来，那架势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把我摁在地上揍一顿。我一脸无辜，晃了晃手机屏幕，上面明明白白显示着他的号码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我顺势接通电话，我的声音从杨威手机里传出来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惊得捂住了嘴。杨威结结巴巴地问：你是明氏集团的梁总？我拍了拍他肩膀，说：没错，老同学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和你有关系的总经理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杨威腿一软，差点就跪下了。西城，我也是被人骗了。有个猎头说在明氏集团有路子，只要我掏10万块就能进去，谁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。这话一说出口，现场一下子就炸了锅。花钱买工作，杨威这家伙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高中选班长的时候，杨威为了把对手挤下去，给全班同学都送了礼物，就到我这儿，我没要，然后他就到处跟人说我脸上的痘痘会传染，碰过我的东西都得倒霉。就这么着，我连个同桌都没了，被大伙孤立，只能坐在教室最后面，挨着垃圾桶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杨威还是老样子，总想着用些歪门邪道给自己捞好处。
看我没吭声，杨威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求求你了，我不能没这份工作，我把所有积蓄都搭进去了，哪怕是让我干销售，我也肯定能干好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敲着二郎腿，轻蔑地笑了笑，问他，你倒是给我个理由，我为啥要招一个当年在学校欺负过我的人？杨威脸色铁青，慢慢站直身子，说道，梁总，以前是我不对，现在我郑重向您道歉。说完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腰都快弯成90度了。我挑了挑眉毛，看着他说，一句道歉就能把你干的那些坏事都抹掉了。我这话刚说完，副班长就赶紧附和，跟个狗腿子似的，就是啊，要是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干啥？杨威紧紧握着拳头，深呼吸了几下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走到包厢中间，大声喊，我就是一只癞蛤蟆。说完，还学了几声癞蛤蟆叫，在场的人都憋不住笑，一个个都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录像。杨威失魂落魄地走到我面前，冷冷地问，梁总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杨威顺着声音看过去，狠狠地瞪了那个人一眼。副班长跟没事人似的走到我面前，满脸讨好的给我倒了杯酒。梁总，别为这种人生气，犯不上。我眯起眼睛，琢磨着他到底想干啥。接着他掏出一张名片，梁总，我是正新科技的销售，以后希望能和明氏集团合作。我随便瞅了一眼，没接他的名片。副班长有点尴尬，不过还是恭恭敬敬地把名片放在了桌上。杨威一看，火冒三丈，站到我面前说，梁总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您可别信他。副班长立马反驳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当年带头孤立梁总的可是你，我是没办法才跟着你当跟班的，全班同学都能给我作证。其他人一看这形势，也都跟着在旁边煽风点火。就是啊，班长以前威胁我们，谁要是跟梁总一起玩，他就孤立谁，他是班长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西城，咱们都是同学，你可一定要相信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杨威以前干的那些坏事全抖落出来了。谁能想到1个小时前，这位班长还被大家当成好班长呢？杨威不敢相信，这些以前的好朋友一个个都背叛了他，被打击得连连往后退，不小心撞到了苏一家。看到苏一家，杨威就跟看到救命稻草似的，毕竟苏一家当年一直保持中立，他说话应该不会偏袒谁。于是杨威拉着他的手，苦苦哀求，一家，你帮我说说话，我当年就是一时糊涂，我看着都觉得好笑，现在就算我真犯了啥错，苏一家也肯定会站在我这边。苏一家面无表情地推开他，斩钉截铁地说，杨威，我可跟你说，你以前的行为太过分了，以后别再联系我了。杨威一下子愣住了，满脸惊讶地问，你昨晚不是答应我了吗？只要我能进明氏集团，你就给我个追你的机会，怎么现在说话不算数了？说完，他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想翻聊天记录。苏一家眼疾手快，一下子把手机夺过去，直接扔进了汤里。这一下，大家心里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杨威简直不敢相信，抓着苏一家的肩膀，大声问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苏一家挣脱他的手，冷冷地说，杨威，我昨晚是说，你要是能进明氏集团，就给你个追我的机会，可你现在进去了吗？我承认，之前我们聊天可能让你产生了误会，
但现在我想清楚了，我喜欢的是西城，所以你以后别再来烦我了。听到这话，其他人都捂着嘴偷笑，好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。哇塞，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原来杨威才是那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，太自不量力了。就是啊，一个是高富帅，一个是穷光蛋，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。这些小声议论传进杨威耳朵里，全是嘲笑。杨威眼睛都红了，冲着他们大喊：你们这些爱八卦的，都给我闭嘴！再敢说，我就撕烂你们的嘴！同学们也不甘示弱，纷纷站出来反驳。杨威，你还以为自己是班主任的小跟班，我们都得听你的呢，还当跟班当上瘾了。杨威被彻底激怒了，冲上去就给了那个人一拳。那人也不含糊，马上还手。其他人一看，也都加入了这场混战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杨威被大家围攻了。我一看目的达到了，也不想再看他们像疯狗一样乱咬，就起身离开了。我刚坐进车里，苏一家就跟着坐了进来。西城，我刚才表现得怎么样？你还满意吗？坐在前面的助理一脸疑惑，看着他说道：苏小姐，请你下车。我摆了摆手，让助理先下去。一家，你有啥想法就直说吧。我直接问他，他看我这么直白，也就不再藏着掖着。明氏集团有个化妆品代言的机会，我特别想争取一下。行。苏一家一认出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让助理去查了查。果然，最近他和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，今晚他突然出现，估计就是冲着这个来的。这么一想，我忍不住笑了笑，觉得自己还挺自作多情的。苏一家注意到我笑，好奇地问：你笑啥呢？没啥，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想多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还是用那温柔的语气说：说不定呢，什么事都有可能。我坐在豪华酒店的包厢里，看着眼前这场闹剧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分。从被孤立排挤的癞蛤蟆，到如今成为全场焦点，这其中的酸甜苦辣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我端起酒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苏一家坐在我的旁边，她的美貌和气质依旧让人惊艳。她刚才的那番话，让我对她有了新的认识。看来，她不仅是个有野心的女人，还是个懂得抓住机会的聪明人。西城，你真的不打算给杨威一个机会吗？她突然开口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。我转过头，看着她精致的脸庞，微微一笑。一家，你知道的，我从不做没有回报的投资。她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她拿起酒杯，优雅地喝了一口，然后轻轻放下。我明白了，西城，你总是这么理性。我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我的目光再次扫过在场的人，心中暗自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被猛地推开，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。大家惊讶地看过去，发现是杨威。他满脸通红，显然喝了不少酒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梁西城，你赢了，我输了。他声音沙哑，眼神中满是颓废和绝望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同情。这就是他当年欺负我的下场，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杨威，你终于明白了，我冷冷地说。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突然跪了下来。西城，我错了，我当年不该那样对你，求你原谅我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的少年，现在的我不会轻易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杨威，你知道的，我从不轻易原谅。我淡淡地说。他看着我，
眼中闪过一丝怨恨，但很快又消失了。他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包厢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分。这就是人生，充满了戏剧性和反转，谁也无法预料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我转过头，看着苏一家，微微一笑。一家，你觉得呢？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，然后轻轻地说：西城，你总是这么冷静和理性，让人捉摸不透。我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我知道他对我的评价并不完全准确，我并非总是冷静和理性，只是我知道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只有保持冷静和理性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我拿起酒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然后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中暗自期待着未来的挑战。苏一家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然，然后轻轻地说：西城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。我转过头，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心中不禁微微一动，或许他真的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呢。我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我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拿起酒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然后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中暗自期待着未来的挑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